来美国之前，最常被推荐一定要去的景点，榜上有名的绝对是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优胜美地国家公园。在经过长途跋涉，开了大约12个小时的车，沿途蜿蜒曲折的山路，附带了雪景覆盖山头的美景。每过一个弯，都有不同的景色变化。光是让眼睛记忆眼前秀丽的风光，就足以让人忘却了舟车劳顿的疲累。出了隧道口，记得留意要放慢车速，因为即将抵达第一个景点。这边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景点，它就是同时可以看到酋长岩、翻山石、在新娘面纱瀑布。今天瀑布水量还蛮大的，而且有风，飘起来就像一层面纱一样，很漂亮。站在 Tunnel View 可以看到优胜美地峡谷的全景，左边是巨大的花岗岩石壁，知名的酋长岩，正前方是 Half Dome 这个独特的圆顶石，非常吸引观光客的眼球。而右手边的新娘面纱瀑布也以充沛的水量奔腾着。这就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，这是新娘面纱瀑布。听说淋到它的水汽会得到灵气啊，而且它的那个瀑布如果有风吹的话，会像面纱一样掀起来，就很美。那今天风比较小。新娘面纱瀑布是入园后第一个可以看见的瀑布，高度188公尺，相当于一座摩天大楼。只可惜它的步道正在重新铺设，还要一阵子才会开放。冬天的优胜美地也是很漂亮，有一种苍凉的寂寥感。现在因为刚下完雪，雪还很厚，所以一个人也没有。先来到一个他们讲野餐地。可以很漂亮的看到酋长岩，有个湖，很漂亮的湖，在这里隐藏。又是雪景啦，走到哪里都是雪。今年踩了我一辈子最多的雪了。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成立于1864年。独特的自然奇观，每年吸引超过400万人造访。优胜美地也在1984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可以远观优胜美地瀑布的景点，看着磅礴的水势，听着瀑布拍击山壁的声音，心中所有抑郁也都跟着冲刷飞散了。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占地超过3000平方公里，最适合游玩的季节是6到9月。4月虽然还有些许的寒意，但气候还算舒适。只可惜有些步道尚未开放，还是留下些许的遗憾。记得这是优胜美地的教堂，听说现在还有在举行婚礼，然后是木质的木造建筑。看灯好像亮着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优胜美地山谷教堂建于1879年，可容纳约250人。曾在1997年的洪水中遭到破坏，经历了许多年才修复完成。这是一处充满爱的场所，也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超过135年的服务。教堂于1973年12月12日也被列入国家历史古迹名录中。有一个可爱的雪人，来帮它加工一下，
帮他戴个帽子，超可爱的。接着来到游客中心，为国家公园护照打卡。然后便徒步前往旁边的步道，准备去探访今天的第2个瀑布。这之前下大雨，木头都倒了，倒很多。哇！优胜美地瀑布的步道分成上下2个部分，因为上段的难度很高，极具挑战性，可能需要花上1天的时间。所以我们选择走轻松的下段，这个距离大约1英里的步道，道路非常平整好走，轮椅使用者、老人家或小孩都可以行走。我们走到优胜美地瀑布的下缘了，已经可以听到很大声的瀑布的声音。哇，今年水流量很多，已经可以看到流下来的水。这里到了，今天风大，水也大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如果风再更大一点，把那个瀑布吹起来，就真的像新娘的面纱一样了。优胜美地瀑布位于加州的内华达山脉，是北美洲落差最大的瀑布，也是全世界落差排名第6的瀑布。总共落差有2425英尺，一共分成上、中、下3段。上段落差1430英尺，中段落差675英尺，下段则是落差320英尺。其实从下段瀑布的步道便可以遥望到这3段瀑布的全景，十分的壮阔迷人。这就是酋长岩，全世界最大的花岗石，最难爬的峭壁，还有一个小瀑布。El Capitan 是西班牙文，中文称为酋长岩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块花岗岩。酋长岩高约3000英尺，非常陡峭且垂直，它也是岩壁攀登者的圣地。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Free Solo 便记录了美国攀岩者艾利克斯徒手攀登酋长岩的过程，非常推荐大家去观看。这就是酋长岩的全貌。我们找到一块空地，这边可以坐在这里，可以坐在这块空地上。坐在空地前面的景色也很美，非常漂亮，刚好可以看到酋长岩的全貌。这里就是优胜美地 Valley View， 这边可以看得到新娘瀑布，还可以看得到酋长岩2个景观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条河，河里有时候会有倒影，形成就非常美丽。结束一天美景环绕的视觉飨宴，内心的满足及心灵的丰富，真的无法透过镜头表达，只能独自在静夜里默默回想，嘴角不禁扬起一抹笑。第2天一早，便在潺潺的流水声中，开启了我们国家公园第9站的另一个序幕。
开往园内的沿路上，随时都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景色，每每让我忍不住停车观看，生怕自己错过了任何一处美景。在绿树、青山和美丽的溪流环绕下，就这样一路开开停停，拍了奔腾的瀑布，看到了流淌的小溪，穿越了天然岩壁隧道，也捕捉到了宏伟奇特的山壁。我们现在在那个 Mr. Trail 的路上，要去看一个瀑布。这边沿途都有流水跟花岗岩，然后还有一些未融的雪，所以走起来还是有一点滑滑的，要小心。这条河流真的是很棒，很清澈，水很冰。这边还有这一条 Mr. Trail 涵盖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步道，除了有 Vernon Fall， 还有 Nevada Fall， 更可以攀岩著名的 Half Dome。但因为攀爬的难度非常高，需要事前申请攀爬许可才行。这一天因为积雪太厚，为了游客的安全，很多步道是没有开放的。我们勉强走了一半，终于看到瀑布的踪影。这是我们来的路。哇，瀑布到了！是 Vernon 瀑布，那因为内华达瀑布比较难爬，我们就没有去了。啊，现在这里雪封起来了，前面过不去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下面比较浅雪的地方拍。可是还是很美啊，很漂亮。听这个瀑布的声音就很疗愈了。太疗愈了。虽然无法近距离感受到瀑布冲击的水汽，但远远望着湍急的水流，听着宛若沉淀心灵的自然乐曲，也是一大奢侈的享受。原本今天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景点，也因为道路维修的缘故关闭。但为了让自己不留下遗憾，5个月后的秋天，我们又再度踏上这块美丽的园地。这就是优胜美地啊，都是树。对啊，上次来雪还积得很高啊，那现在都绿油油的一片。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园，不同的季节来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这个季节来到优胜美地，你看山上的枫叶已经慢慢开始要变红了，好漂亮啊！然后阳光又洒下来，红绿交错的，真的很漂亮。哇，你看这些枯枝，上次来的时候上面都还有一层残雪，啊，这次都没有了，就整个光秃秃的一片。很有意境，世界末日一样哦。我觉得有雪比较好看。对啊，上面铺点白雪比较漂亮。啊，这次整个就很荒凉，世界末日的苍凉感。没错。半山石就在你面前。就是要看近在眼前的半山石还不动，然后这边有几个步道，我们等一下会去走。
洞就近在眼前了，这边已经露出一点点了。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的点，哇塞！Help Dome真的是很壮观，还加上它前面的山谷，非常的漂亮跟壮观。这个点封闭很久了，就7月份才开放。我们赶快进来，要不然再过一阵子又要下雪了，又要关闭了。这边旁边看到的下面是 Vernal Fall， 就是我们上次去结冰那个河，上面就是内华达瀑布。我们没有去爬，因为那边还蛮远，要走蛮远的。然后正前方就是 Help Dome 半山石。我们现在去走2个 trail， 一个是可以看瀑布，另外一个是也是看一个石头，看一个洞。然后现在已经快要4点了，就看可以走多少算多少吧。这里看到无敌大松果，你看它有多大？跟我的手掌快要一样大了。这颗也很大。这个步道很幽静，没有什么人，还可以听得到旁边瀑布的声音。好像在打雷哦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Help Dome 跟内华达瀑布，上面的内华达瀑布跟下面的 Vernal Fall， 它水量还是都很充沛。你看那个瀑布的声音。优胜美地里面也是有很多神木群，长得很高。哇，满山的黄叶，这里很漂亮。哇，终于在优胜美地看到满山的黄叶了，看到秋景。伊利卢艾特瀑布，拉近一点看，这就是伊利卢艾特瀑布。搭配秋景，很漂亮。这里有一只小松鼠在吃东西，所以它不怕我哎。你在吃松果，好可爱哟！它吃得津津有味的，而且它不怕我。在这里我们一次可以看到3个瀑布，左边上面是内华达，下面是 Vernal Fall 春天瀑布，然后右边是伊利卢斯特瀑布。啊，它的水量还蛮大的耶。这颗石头像是一只小狗一样，像是一只小狗微笑看着 Help Dome。啊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。我们走回来啦，刚好2个小时，去1个小时，回来1个小时，但是我们只有走一半而已，就是走到那个看得到那个伊利卢斯特瀑布的地方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不然一直走下去，怕回来天黑太晚了，危险。这是 Help Dome 的黄昏，那个夕阳照在 Help Dome 上，哇，变成一片金黄。刚是粉红色的，现在变成一片金黄。真的很漂亮的优胜美地，我们要回去了。真的值得开12个小时的车子过来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壮观跟雄伟。再见了，优胜美地。今天的那个优胜美地的月亮也是 Help Dome 半月。我们今天看完 Help Dome， 月亮也是 Help Dome 切对半。哇，前面的晚霞一览无遗，太漂亮了啦！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完全没有遮蔽物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还有上面的云彩，然后再
搭配那个树的剪影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！太犯规了啦，怎么这么